春天来了，万物复苏，又到了散热器的新赛季。为什么老跟这玩意过不去？那显然是因为同样一台手机的钱，恨不得够排27。毫不意外，今年又是红魔开局，全新红魔散热器6系列东西有点多，咱们就30瓦的 Pro 和标准版为主，15瓦入门款 Air 为辅，顺便带上小配件们，简单瞧一瞧。需要说明的是，散热器效果属于固件敏感型，截至测试之时，个人认为还没有完全进入稳态，以诸位到手实际或者官方数据为准，这里仅供参考，后面遇到具体情况我再单独说明。暂且抛开 Air 版，红魔散热器6系列上手，可以明显感知到设计风格的转变。不同于此前4、5两代 Pro 的激进能式、疯狂浮夸，可能是为了配合 iPhone 的造型吧。本次看起来玩的就是个干脆利落，容不下半粒沙。远观刀刻斧凿般的壳体几乎干掉了全部额外装饰元素，以至于棱角分明的模样，仿佛刚经历某种独特的过滤算法，剥离外在血肉，仅留下隐隐泛着点骚紫色的刚猛骨架，至简无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就此告别红尘了，甚至失去祖传的蹦迪灵魂。别问，直接点亮升级的隐藏式自定义 RGB， 今夜注定还做最耀眼的电竞人，吹风接绝伦。这虽然看得出来哥们儿很想呈现金属的感觉，但近瞧受制于不算格外细腻的边缘处理，以及可能稍有些偏薄的涂装，外带略微晃动且表面过于光滑的波动开关，总体质感层面第一眼还是有些塑料的。来吧，朋友们，点评一下，你觉得红魔本次设计如何？值多少分呢？欢迎弹幕留言参与互动。我是觉着后续如果能处理好的话，或许可以考虑增加亮银特别版，尤其背夹款应该会更具 Cybertruck 式的未来主义韵味吧。俗话说美人在骨不在皮，这玩意也一样，外观再好不比散热提升分毫。 Pro 版为例，我们简单看看内在有何变化。首先，或许因为没有了透明组件，也可能单纯只因冷面硅胶加入导热纤维，终于能整片接下而不掉渣。在感受上，拆解难度进一步下降。总体除风扇插座过于脆弱被我拽断了，这一点需要注意外，稍有动手能力，后期自行维修改造问题不大。然后由上至下，进出风口面积至少分别增加了 22% 和 26%， 更大的进风口也令多了无线充供电，还得再塞16颗灯珠的主板，空间看起来远比前座紧张得多，显得很精致，但未见防水点胶。散热片升级高导热负吸铝，延续喷涂石墨烯，不过工艺似乎有所不同，哑光喷涂变成了近似亮面，石墨烯看起来也更厚，以至于在起片高度下降，底部微吸液冷板厚度与面积相较前座又基本相同的前提下，这部分的总体重量居然反倒上升了 6.5 克，大致 27.9%。至此，我才肯定有同学把重点圈在了起片高度下降上。别着急啊，这部分空间气质全部补给了最核心的制冷片，长宽没变，但厚度增加了 0.82 毫米，约 21%。至于多出来的2根线，是制冷片内部终于加上了热敏电阻单元，支持温度实时检测，用于自动模式防冷凝。小风扇除改为半透壳外，看起来没啥变化，不多说。磁铁吸力稍有增加，但不多。边签纸为例，大致可穿透13张 1.2 毫米上下。磁力线就不难看出为什么变强了，是吧？上回磁铁之间还有空，这把已经快要连上了。最后有意思的来了，本代大幅减小了均冷板面积，估计是被上回有如装甲般的大负载设定给伤着了，连带厚度也下降了 22%。这样一来，可能因为优秀的设计总是难免趋同，也可能单纯莫名卷到了相同终点。欧盟6标准版与 Pro 版调整后的冷面面积，包括制冷片在当中的占比，目前分别与同为背夹款的黑鲨冰封4 Pro、磁吸款的飞智 B7X 完全对应，十分默契。一张图小结一下主要变化，可以说除略有下降的起片高度，其他不论是增加的地方还是减少的部分，全部围绕降温这一核心目标，颇有些志在必得的感觉。期待等会儿的实测表现。最后的最后，尽管因为偏横平竖直的外观设计，整体看起来似乎比之前更大，但实际绝对3维尺寸重量并没有太多变化，尤其宽度全家还是没有超过60毫米。Pro 版为例，算上误差也仅仅多了 0.34 毫米，以尽可能减少实际上机时对操控空间的挤占。另外，假如刨除灯带凸起，其实本代主体的体积反倒是更小的，甚至薄于去年的飞智 B7X， 这一点值得肯定。冷面分析 Air 版的设计有点独特，冷源范围与磁吸区域并未在同个水平面，也就导致吸附时严格讲周围这圈其实是悬空的，而查看热力图，悬空部分又有很大一块同样分摊了能量，那么某种程度上这部分能量恐怕就要属于外溢了，很难评估是否具有实际作用。此外，最冷点貌似也没有在接触面中心，而可能是稍稍偏上一点。标准版与 Pro 版未见显著问题，最冷点与接触面中心重合，冷量基本均匀触达。
风道依旧 Air 版最为独特，不同于咱们一起见过的大风车或者十字架，就很性价比方案，纯属是吹到哪算哪，主打快意潇洒。好在本身功率没那么高，出风口温度低，倒也没啥太大影响。Pro 版不难看出，远离手机的一侧横截面要大得多，热风总体倾斜，明显有所考量。侧面观察足够避开手机范围。当然，此处三者当中，个人最欣赏的还得是标准版这个一度让我怀疑是不是得打码的擎天柱。阿姆斯特朗回旋加速喷气式风道，朋友们欣赏下，倒不是说有什么问题，主要气质这一块有点东西。至于下面这根就无所谓了，可能是贤者模式吧。25摄氏度室温，冷面最冷点15分钟空载。得益于从制冷片到均冷板整体都比较小，只有15瓦的2版，此处可以说是占尽先机，制冷集中又没啥负担，所以尤其高档位冷点温度及降速注定一马当先。整机14.2瓦就能达到最低零下9摄氏度，平均零下8.6，哪怕仅需12.7瓦的低档位纯论最冷点也比标准版的手动最高档还猛。但是注意，这并不代表最简略的版本反而更强，后面加了实际负载时才是2版准确表现。标准版超频档无需多言，以平均26.5瓦砍到最低零下10.4，平均零下10度的结果，轻松击穿以往品牌背价记录，再创新低，表现不俗。这里平均22.9瓦的手动最高档，最低仅零下5摄氏度，档位间距显然过大了，目测固件原因不必纠结。参考 Pro 版做法，待后续更新后，理论上也将与超频档比较接近。Pro 版手动最高档24.3瓦，拿到平均零下7.1，最低零下7.8。如果参考前作历史，那么暴涨41%的能效与61%的效果相当可观，绝对够本。只是相较标准版，即便拥有更好的散热组件、更强的制冷，甚至更顶的功耗，但受限于身形，依旧隐约有些难以施展。最冷点温度无论降速亦或降幅均略弱于标准版。同时，相信有朋友已经看出来了，最明显的一点，比超频模式平均功耗低了约12%的手动最高档，温度表现反倒稍稍更好。也就是说，怼到了27.6瓦的超频模式，调起高了。严格讲，散热没罩住，存在倒挂迹象。现在知道为什么拆解当中提到那么多的调整全部围绕降温主旨，而唯独排除了下降的鳍片高度了吧？推测理论上哥们封顶应该平均不超25.5瓦，或许才是最佳位置。噪音方面，首先这里还是标准版的手动挡不用看，主要看超频档就行。总体单就数值而言，本代际确实比之前更加安静，不过毕竟功耗摆在这儿嘛，自古难两全呀。坦率讲，就个人实际听感来说，尤其夜深人静之时，变化好像并不是很明显。三者当中，噪音最小的肯定是2版，没悬念。标准版与 Pro 版曲线特征有一定相似性，但应该也不完全是同款，加之后者可能转速更高，于是标准版相对安静一点。三者均开启最高档位，朋友们感受下。接下来实测部分，标准版使用超频档 ，Pro 版则为手动最高档。机型方面还是选择第三方，毕竟在红魔自己身上什么效果，后续有的是机会再看。又因为手头没苹果，这里就用我认为性能释放相对还可以的 Redmi K80 Pro 了。3D Mark 烤机模拟负载，纯论数值，标准版超频模式更强无疑。零下10摄度制冷驾驶下，手机输出陡增 17.9%， 同时周身五面最热点平均温度还恰好下降了 10.34摄氏度，竟几乎与空载重叠。身大力不亏，大力出奇迹在此刻闭环。有意思的是 Pro 版相比装载标准版又隔了一道磁吸片的前提下，区别竟不是特别大，周身只差 1.5摄氏度，手机 GPU 温度反倒还更低了 2.6。似乎哥们虽不比标准版暴躁，但却玄妙的将 K80 Pro 释放正好带到了某种效能区间。看来对于原本性能释放就还可以的机型，某些时候单纯追求背夹绝对低温也不见得就是更好的方式。至于 Air 这个定然是不比空载，高负载下收效有限，相对更适合中低负载简单用用。游戏实测稍微再上点强度，30摄氏度半小时星铁。首先该说不说 K80 Pro 优化明显比去年好些了，功耗更低，帧率也更正常。此处不论红魔376标准版还是 Pro 版，皆能令 K80 Pro 摆脱后半段的降帧，30摄氏度室温下达到近乎游戏手机的满帧效果。当然不论帧率亦或内外平均温度，尽管差异很小，但绝对数值的确仍是标准版更强。这里数值就比较准了是吧？毕竟手机平均功耗约等于一致。装载标准版周身五面最热点平均下降 8.28摄氏度， Pro 版下降 6.56。 GPU 为例的内部平均温度，标准版下降 9.9摄氏度， Pro 版下降 8.3。
磁吸收模块小东西一看就是专门给苹果准备的，毕竟复合形制还自带强力磁吸的机型不多。模块本质上就是一个15瓦的磁吸无线充，可独立使用，只是多了个内置的磁吸片，让你再摞个散热器。然后怎么供电呢？于是有了连接器。暂且不论是否比较容易丢吧，反正逻辑已然略存割裂。因为正常情况下，不论无线充与手机之间，还是散热器和无线充之间，啪嗒啪嗒都是顺着磁吸走的。而接口连接器显然不属于这个链条。如此一来，朋友们可以想象下，当你使用完后，如果只想取下散热器，瞬间的直觉是什么呢？大概率肯定是直接拔呀，然后你才会想起哦，还有个连接器，操作打断。关键不排除在这个过程中对连接器的接口造成损坏。实际效果虽然充电模块全铝合金外壳，冷面看起来也很贴合，但说白了，在这里其实约等于加大加厚的磁吸片，即便不开启无线充，就已经是巨大的负载。像制冷手机必须彻底征服穿透这哥们才行，那么效果应该不难想象。实则不接通无线充的理想模型中，2分钟过去，散热器最冷点已经低于零下6摄氏度时，这个无线模块才将开始穿透，最终最低温相差21.7，而假如按全程平均温度计算，两面温差则恰好横跨一个25摄氏度室温。推测开启无线充，实际上机 iPhone 预计最多机身不烫，接触面微凉。最后，这么一套东西自身重量显然不容小觑，组合起来大致244克，比苹果16系最重的 Pro Max 还要重7克。此时即便裸机，总装质量也将达到惊人的471克。只能说，如果再随便贴个钢化膜，健身爱好者狂喜。从这点出发，不建议仰面躺床上的时候这么干，万一砸脸太刺激，可能相对更适合固定机位，比如直播场景等等。只是话又说回来，都固定机位了，为什么不最大化效果，插2根线呢？还挺烧脑。这套东西总体设计似乎对于模块化的理念演示大于实际，比较偏向长线。当然往好了想，虽不像单独散热那么直接，倒也不致边充边玩更热嘛，甚至还兼顾了一点 SOC。最低你也将获得一个配备高达30瓦主动制冷、自身散热能力几何式远超市面，进而充电效率不俗的15瓦磁吸无线充，是不是非常隆重奢华、独树一帜？其他就没啥了。i2 Pro 版均支持背夹转换，配件装上就行。不过依照过往经验，如若追求效果最大化，个人还是建议走默认的磁吸。此外 Pro 版背夹套件与标准版底部均配备了金属1/4英寸螺口，方便直播等固定机位场景使用。总体看起来，红魔本次散热器6系列由外到内再到实际效果升级不算小，无论追求简约外观还是明显更强的制冷能力，似乎都可以考虑升级。尤其如果正在使用红魔散热器5 Pro， 当真可以看一看，换到6 Pro 感受可能会好很多。好了，不知道大家觉得红魔这把表现如何，是否符合预期？欢迎评论留言分享观点。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我是大手哥，我们下期见。